今天我们要聊聊膝盖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一点一滴磨坏的。许多人年轻时不以为意，等到膝盖痛得走不动，上下楼都困难时才追悔莫及。根据2019年卫生福利部的统计，台湾约有 15% 的人深受膝关节退化之苦，也就是平均每6-7个人里就有1人膝盖疼痛。60岁以上的长者更有一半以上罹患退化性膝关节炎。膝盖问题不只是老年人的专利，许多年轻人因运动不当或坏习惯累积，也提前把膝盖用坏了。为了保护膝关节延长行走的自由，我们需要注意日常生活中几个伤膝的坏习惯。今天就让一位复健科医师的提醒告诉大家，有5个坏习惯一定要戒掉，千万别等到走不动了才后悔。首先要了解，膝盖是人体最复杂又最吃重的关节之一，无论走路、跑步、上下楼梯、蹲跪、跳跃，膝关节都默默承受着我们全身的重量，甚至数倍于体重的压力。它由股骨、大腿骨和胫骨、小腿骨构成关节，再加上膝盖前方的膝盖骨、髌骨，借由韧带和肌腱连结，表面覆盖着一层光滑的关节软骨。健康时，软骨像镜子般平滑，让膝关节活动时能减少摩擦。膝盖也有稳定的半月板软骨和韧带当作避震器。膝关节内还有滑液，关节液就像润滑油，滋养并润滑着软骨表面。听起来膝盖构造完美又坚固，但随着年纪增长或长期不当使用，这些软骨和支撑结构会逐渐磨损损耗，终于有一天会出现酸软无力，站起来卡卡作响，甚至疼痛、肿胀等问题。很多人年轻时透支膝盖健康，年老时就得面对关节退化的沉重代价。那么，到底是哪一些日常坏习惯在悄悄毁坏我们的膝盖呢？以下我们将深入探讨复健科医师提醒的5大伤膝地雷。这些习惯看似平常无害，却可能让你的膝关节提早报销，千万要趁早改掉。第一个坏习惯就是以为少用膝盖就不会坏，过度静养不动。许多人相信膝关节就像机器，用得越多磨损越快，因此平日能不走路就不走，能坐着绝不站着，觉得这样可以保护膝盖。还有人膝盖稍有不适就长期不敢运动，生怕多走一步路软骨就磨掉一点。乍听之下很有道理，但事实正好相反，关节不动，软骨反而可能饿死。我们的关节软骨没有直接的血管供应，大部分营养都来自于关节液的渗透。当膝盖弯曲伸直时，仿佛海绵吸水一样，软骨会从滑液中吸收营养并排出废物。但是长期不活动时，关节液循环变慢，软骨细胞得不到足够的养分滋润，新陈代谢也随之变差。虽然短时间不动不至于让软骨马上坏死，但长期缺乏适度的活动，软骨会逐渐变薄，品质变差，更容易退化磨损。就像一扇门如果久不开启，锈迹斑斑的铰链反而更容易坏掉。关节也是一样，需要适度活动来维持润滑和健康。更糟的是，长期不动还会让膝盖周围的肌肉迅速衰退。我们的股四头肌、大腿前侧肌肉和腿后肌群是膝关节的重要保护者，能帮助承担重量并稳定关节。如果总是静养不起，这些肌肉会因为缺少使用而日渐萎缩，无力支撑膝盖。研究指出，肌肉在缺乏运动的情况下，仅几天就开始衰退。临床上18岁的年轻人，如果因车祸大腿骨折开刀，在床上躺1周不用腿，受伤腿的大腿围就明显变细。即使健康人不活动也是一样，肌力会快速下降。肌肉犹如靠训练维持的宝可梦，你不派它出战，它的等级就会下降。当肌肉力量不足，走路时本来该由肌肉承担的部分力道就全部压在膝关节上，软骨磨损将更加剧烈。长期下来形成恶性循环，不动软骨，营养差，肌肉变弱，关节压力更大，更不敢动，退化更快。许多年轻上班族久坐缺乏运动，结果30-40岁膝盖就开始僵硬作响，这正是用进废退的写照。适度使用才能保养关节，不活动反而会加速膝盖报销。因此千万别再懒懒地整天躺着坐着不动，以为是在爱惜膝盖。相反地，我们要让膝盖动起来。当然，这里说的动
不是要你猛跑猛跳去蹂躏膝盖，而是指规律温和的活动，像每天适当的健走、伸展膝关节，或骑脚踏车、游泳等低冲击运动，都能促进关节液循环，增强腿部肌肉力量。只要不让膝盖过度负荷，这些活动会像帮软骨做 SPA 一样，提升关节的新陈代谢。总之一句话，膝盖不是用坏的，而是不用才会坏。适度活动才是保持膝盖软骨健康的不二法门。第二个坏习惯是膝盖受伤后一动也不动，错失黄金复原时机。不少人在运动或日常生活中扭伤、撞伤膝盖，或者因膝关节炎发作而疼痛难耐时，会选择长时间卧床休息，害怕任何动作都会让伤势恶化。尤其长辈常叮嘱，膝盖痛就不要走，躺着休息最安全，但是过度的静养反而对复原不利。现代医学强调早期适度复健的重要性。举例来说，以前骨折开刀后常要石膏固定好几周，但现在手术后隔天只要疼痛控制得宜，医师通常就会鼓励病人开始轻微的活动关节，即使不能下地走路，也要在床上做抬腿、伸屈等动作，或由物理治疗师协助被动活动。这是因为关节长时间不动容易生锈卡死，医学上称为关节僵硬和粘连。一些关节如手肘静止不动2-3天就可能变得僵硬。膝关节虽然没有那么快锁死，但若受伤后几周都不活动，之后想弯曲伸直就困难重重，需要花很长时间复健才能恢复原本的活动度。此外，刚刚提到的肌肉萎缩问题，在受伤静养时也更加明显。许多病人开刀或受伤后短短几天不动，大腿围就明显缩小，肌力大不如前。等伤处恢复要重新行走时，反而因肌肉太虚弱而难以负荷，甚至引发二次伤害。例如膝盖韧带撕裂开刀后，如果一直不敢复健，几周后站起来可能发现脚无力支撑，容易再次扭伤。可见伤后完全不动，这个习惯非常危险。有句话说，你不动，问题不会自己动。正确的做法是休息与适度运动并行。在急性伤痛的前48小时内，确实要避免过度活动，以免加重肿痛。但之后应在专业指导下尽早开始轻柔的活动，哪怕只是床上抬抬腿、伸屈膝盖，或练习站立时稍微负重，都能刺激血液循环，防止关节僵硬和肌肉萎缩。很多人误以为痛就完全不要动，结果错过了康复的黄金期。记住，适度的动是治疗的一部分，当然前提是咨询医师或物理治疗师，了解自己伤势允许的运动范围，千万别让过度的恐惧和静养反倒把膝盖养废了。第三个坏习惯是搞错膝盖疼痛的护理方法，急性期反而热敷。这点其实是一般常识，但仍有人分不清楚热敷、冰敷的时机。复健科医师特别提醒，膝盖红肿热痛的急性发炎期，千万不要热敷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运动时不慎扭伤膝盖，随后出现关节肿胀、发热疼痛，表示组织在出血发炎，此时正确做法是冰敷患部。冷疗能使局部血管收缩，减少出血和组织液渗出，从而降低肿胀，减轻疼痛。一般建议伤后24到48小时内都以冰敷为主，每次约15到20分钟，一天数次，中间休息一阵再冰。冰敷就像帮发炎的膝盖灭火，控制住初期的伤害。反之，如果在这种急性期竟然热敷，那等于火上浇油，因为热敷会让血管扩张，血流增加，原本正在出血肿胀的组织会更肿更痛。很多人习惯一疼就用热水袋或姜膏热敷，结果膝盖肿得更厉害，这就是方法用错了。只有当过了急性期，肿胀趋于稳定甚至消退，进入恢复阶段时，才建议开始热敷。热敷的作用在于促进血液循环，这时候适度的热源能把先前发炎产生的代谢产物带走，放松僵硬的肌肉和软组织，帮助关节恢复活动度。简单来说，冰敷负责急救止痛，热敷则是在之后协助修复。如果分不清疼痛处于哪个阶段，该怎么处理，咨询医生永远是上策。总之，别再犯肿了还热敷的错误。急性伤害期请记住 RICE 原则， Rest 休息， Ice 冰敷
compression 加压 elevation 抬高，等膝盖不那么肿痛了，再采用热敷、拉筋等方式进行后续复原，这样才能避免小伤变大患，给脆弱的膝关节适当的照顾。第4个坏习惯是长期穿错鞋子，让膝盖承受额外的伤害。不少人可能想不到，鞋子竟和膝盖健康息息相关。一双不适当的鞋就像地基不稳，会让上方的膝关节长期受力不均，冲击过大。首先，经常穿高跟鞋是众多危险因子之一。高跟鞋使人的重心前倾，膝盖被迫微弯，整个身体重量更多的压在膝关节前方和足尖上。研究显示，穿高跟鞋走路时，膝关节所受的压力可达正常的3倍以上。尤其下楼梯时，由于脚跟悬空，无法有效缓冲，每一步膝盖承受的冲击力可能飙升到体重的7到9倍。长期如此，膝盖前方的髌骨软骨最容易磨损，诱发髌骨软化症和疼痛。难怪许多爱穿高跟鞋的女性，年纪轻轻就出现膝盖酸痛，甚至退化性关节炎的征兆。再来，鞋底过硬或没有支撑的平底鞋也很伤膝盖，例如常穿夹脚拖、平底娃娃鞋，走在硬地上时，每一步的撞击震动都直接传到膝关节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脚底的足弓和鞋子的避震垫会吸收部分冲击，是身体第一道防震缓冲。但鞋底太硬，等于没有避震。久而久之，膝关节就得替鞋子挨打，承受超载压力。有些人则喜欢穿很柔软没支撑的拖鞋到处走，脚为了抓紧鞋子反而步态不稳，这也可能让膝盖受力更奇怪。有人可能听过一种说法，台湾很多人的膝关节退化都是从内侧软骨开始，罪魁祸首就是穿错鞋子，因为足弓是人体避震的第一道防线。这话对也不对？没错，退化性膝关节炎常常先磨损内侧软骨，许多患者后期膝盖变形呈现 O 型腿，但鞋子只是原因之一，并不是唯一主因。导致膝盖退化的因素相当复杂，包括年龄、体重、遗传、姿势、日常动作等等。例如，过重的人膝盖长期负担大，每多1公斤体重，膝关节就要多承受3到5公斤的压力。又或者工作需要经常搬重物，上下楼久站久蹲的人，膝盖磨损速度也比常人快。如果硬要说鞋子的影响，有几类特别值得注意。除了前面说的高跟鞋、硬底鞋，不合脚的鞋，如鞋太大，走路不跟脚，也会改变步态力线，长期可能对膝盖不利。还有鞋跟严重磨损偏一边，已经走歪的鞋子，继续穿同样会使两脚受力不平衡，加重单边膝盖的负荷。对已有膝痛的人来说，选对鞋子能够在走路时减轻膝盖压力，虽然不足以根治关节炎，但至少不雪上加霜。一双好的鞋应该鞋底有缓冲，足弓有支撑，合脚不磨脚。另外，走路时尽量让脚跟先着地，再过渡到前脚掌，利用正确步态来帮助减震。总之，不要再小看鞋子的影响了。每天穿对鞋，等于让膝盖少受一点无谓的损耗。第5个坏习惯是经常深蹲、跪坐或使用又矮又软的沙发，让膝盖处于高压扭曲的状态。许多人的客厅都有一张软绵绵的大沙发，回家一屁股陷下去，好不舒服。然而，沙发坐得太爽，膝盖可就遭殃了。特别是那种又低又软的沙发，坐下去整个臀部沉入其中，膝关节弯曲，角度往往超过90度。当我们从沙发起身站起时，膝盖得从深度弯曲状态使劲伸直，此时膝关节面临巨大的剪切应力，一瞬间摩擦软骨，对劳损的关节更是沉重负担。简单来说，坐低沙发就等于在做深蹲，而且通常每次站起都是单脚发力，因为总有一脚先踩稳。想想看，许多重训爱好者做深蹲都还要穿护膝，抓稳姿势，更何况长辈们随随便便从沙发站起就是个高难度动作。难怪长者常说沙发太低，站不起来，其实不是起不来，而是硬撑起来会让膝盖很受伤。久而久之，喜欢窝沙发的人可能发现自己的膝关节越来越僵硬疼痛，这就是沙发陷阱在作祟。复健科医师提醒，低沙发对膝盖的伤害属于常识范围，几乎人人都有体验，只是年轻时我们毫不在意，觉得随便盘腿而坐，屈膝窝着都没问题。但岁月不饶人，这些姿势埋下的祸根日后都会找上门来。
除了沙发，生活中还有不少情境是长时间深蹲跪，对膝盖非常不友善的。例如蹲在地上擦地板，整理下层柜子，或者跪着擦地，拜拜陪小孩玩，一蹲就是10几20分钟。膝盖弯曲超过90度时，软骨正被持续挤压着，就像海绵不断被压扁，时间久了弹性消失，软骨更容易磨损。有研究指出，长期从事需要蹲跪工作的职业，如园丁、水泥工等，半月板损伤和膝关节退化的比例明显增高。再比如蹲马步、盘腿坐太久、翘二郎腿等动作，看似稀松平常，其实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加快膝盖退化。盘腿时，膝盖处在扭转拉伸的非自然状态，如果本身膝关节就有旧伤，更可能因压迫导致疼痛加剧。翘二郎腿则会让骨盆歪斜、脊椎侧弯，结果两腿用力不平衡，连带让膝盖磨损速度不同步。虽然翘腿、盘腿这些习惯不至于立即造成严重伤害，但日积月累也会对关节造成一些损耗和变形。往往年轻时不以为意的小习惯，到中老年就会以膝痛的形式讨债。所以千万别小看不良姿势的影响，想保护膝盖，日常就要注意少让膝关节长时间处于深度弯曲或扭曲的姿势。若不得不蹲跪，最好使用护膝垫减压，并尽量每隔几分钟就起身活动一下，让关节松弛片刻。坐椅子时选择高度适中、坚实有靠背扶手的椅子，比过软过低的沙发更有助于维持良好姿势，起身也比较不费力。保护膝盖，其实从调整一张椅子、一个姿势的小细节就可以开始做起。以上5个日常坏习惯，你中了几个呢？不要懊恼，现在开始改正还来得及。保护膝盖没有太大的秘密，重点就是减少不必要的磨损，并强化支撑结构。我们在戒除上述这些伤膝坏习惯的同时，还可以养成几个爱惜好习惯。控制体重，体重过重会大大增加膝盖负荷，减重就等于替膝盖减压。规律运动并锻炼腿部肌肉，特别是股四头肌，能提升膝关节的稳定性。上下楼梯的时候扶好扶手，不要逞强快冲，必要时改搭电梯，以免关节反复大量弯曲受损。天冷时注意膝盖保暖，别让关节受寒气侵袭而引发疼痛。如果膝盖已经出现不适，切勿拖延，就医寻求专业诊治和复健指导，才能对症下药。现代医疗从药物注射到关节内视镜、人工关节置换都有成熟的对策，千万别因为害怕开刀就一味忍耐耽误，导致关节变形严重。软骨一旦完全磨光就不可逆，只能换人工关节来解决。所以预防胜于治疗，要及早重视膝盖的保养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的膝盖健康就像一笔存款，年轻时多注意，老了才能领利息。改掉那5个毁膝盖的坏习惯，并培养有益关节的好习惯，将能大大延缓膝关节退化的时间。不要再等到走不动了才追悔莫及，现在就开始善待你的膝盖吧。未来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保养膝盖的自己，因为能够无痛自在的行走、上下楼梯、陪伴家人旅游散步，享受行动自如的生活，这才是真正的幸福。让我们一起从今天开始好好爱护我们的膝盖，远离那些伤害它的日常恶习，为自己的人生道路留下强健有力的双腿。